5月的一天，我去门口取信，突然发现门上的花环有点不对劲儿，心里还想，我买的时候中间洞挺大来着呀。把手机举上去拍照，嚯，原来是个鸟窝，里头还有3颗蛋，每颗蛋是鹌鹑蛋的1半大小，太惊喜了。看到了，可不可爱？这蛋好可爱，好可爱哟。第二天出门前，我们看看小鸟蛋，嚯，竟然变成了4颗，3颗很白净，有1颗有一点斑点。下班回到家，我们刚走到门口，鸟妈妈非常机警地飞了出来。第3天出门前再看看小鸟蛋，还是4颗。第4天早上一看，变成5颗蛋了，怎么那么厉害呀，鸟妈妈？下班回到家，我们刚下车就看到了鸟爸鸟妈从窝里飞出来。身份验证成功，原来他们是 House Finch。连着好多天，鸟妈都在窝里孵蛋，偶尔鸟爸也会来，估计是来照顾鸟妈妈。第13天，拍到鸟爸鸟妈在电线杆上弹琴。第14天，第1只小鸟破壳了，身体红红的，还有白色的胎毛，张着小嘴巴，但没有声音。House Finch 是吃素的小鸟，它们爱吃一些瓜子儿、种子之类的。想到鸟爸鸟妈要给小鸟们找吃的，我们就买了喂食器和专喂 Finch 的鸟粮，挂在离鸟窝大概3-4米的地方。我们幻想着以后可以看到鸟爸鸟妈带着5只刚学会飞的小鸟宝宝来这里吃饭。第15天，第2只小鸟也破壳了，2只小鸟依偎在一起，趴在鸟蛋上一起睡觉。有几只小鸟？我得查起来，真的就是3只。真的3只小鸟啊？它们在干嘛？它们在3只小鸟还在鸡蛋里了。在3只小鸟在鸡蛋里，另外2只小鸟呢？我都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？第16天，看不出是3只还是4只鸟宝宝出生了。这一天是喂食器就位的第1天。这一天里，第1位也是唯一一位光顾自助餐厅的是 Blue Jay， 蓝色周杰伦。第17天，这一天唯一一位光顾自助餐厅的是褐头牛丽。我一查，发现牛丽可是寄生高手，他会把蛋偷偷下到别的鸟巢里，等别人帮他孵。鸟窝里难道有他的孩子吗？所有鸟宝宝都出生了，最先出生的小鸟已经在长羽毛了。第18天，自助餐厅终于迎来了鸟爸鸟妈。终于等到你们了。从这一天起，自助餐厅突然变得非常忙碌，除了鸟爸鸟妈一天来10几趟，餐厅一天要招待各种各样的小鸟上百次。怎么鸟爸带了2只母鸟来吃饭？难道你还有姨太太？ House Finch 是1夫1妻制的，可能是邻居来蹭饭吧。有时候鸟爸爸不仅自己吃饭，还和好朋友们一起吃。看来自助餐厅变成一个他们社交的场合了。鸟爸鸟妈吵架了吗？鸟爸快好好哄哄鸟妈，他每天照顾鸟宝宝好辛苦。鸟宝宝们长得好快呀，羽毛变得越来越黑，小脑袋们挤来挤去，小嘴巴叫来叫去，好活泼哦。好好玩哦。就是那个小鸟，就是那个小鸟。除了鸟爸鸟妈，也会看到别的夫妻档来吃饭。有时他们还会带上自己的小鸟一起来。第20天，第1只鸟宝宝睁开眼睛了，还会发出像蟋蟀一样一串一串的那种叫声。这只小鸟头上黑刺状的羽毛已经初步露出来了。第21天，
小鸟们挤在一起睡觉，它们的翅膀已经变得很黑了。怎么又有一只公鸟来呢？你们俩谁是我们家鸟爸爸呢？第22天，中午11点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小鸟们挤在一起睡觉，它们身上的毛都已经变成黑色了，看起来像一根根小黑刺。下午7点半，我们再去看小鸟时，发现鸟窝竟然空了。难道是鸟爸鸟妈觉得这里不安全，把鸟宝宝们转移了吗？可是喂鸟器里整个下午都能看到鸟爸鸟妈时不时飞来吃饭的身影。等等，1点半时，喂鸟器上来了一只大鸟，它是 American Crow， 美洲鸭。原来它是会吃小鸟的。轻轻的，你们走了，正如你们轻轻的来。希望你们的爸妈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再生很多很多宝宝。